消息显示，印度国防部长拉加纳特辛格近日抵达所谓拉达克地区，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自今年2月份中印双方脱离接触以来，这是印度国防部长首次访问拉达克地区。在出发前，辛格表示，对于此次重返边境已经迫不及待了。仅从这4个字来看，就足以说明辛格时隔4个多月再次造访边境地区，根本就不是单纯来与部队沟通，以及参加几个边境基础设施落地典礼的。据悉，与部队沟通实际上就是此前在边境地区驻扎且没有撤离的部分印度士兵。由于这些士兵迟迟没有得到轮换，加上后勤补给能力差，高原生活艰苦，他们不管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的状况都不容乐观。在此背景下，辛格重新访问边境，不难看出是为了给这些士兵们加油打气的。至于参加边境基础设施落地典礼，也不过是为了在日后边境冲突中为印度军方提供更好的条件。要知道，中国的拉林铁路已经正式开通，从拉萨到林芝最快3个半小时，相当于中国在边境地区的一根定海神针。对此，辛格出席落成典礼，少不了与中国较真的心理。不过，印度向来都喜欢跟中国比，这一点我国人并不意外。只是辛格在当前国内疫情如此严重的情况下重返边境，显然不是为了和平而来。在分析看来，这无异于是在挑动边境地区紧张局势，带头在边境向中国宣战。从这个角度就非常好理解辛格在出发前所谓的迫不及待了。只是面对早已严阵以待的解放军，辛格此举倒像是迫不及待来送死的。倘若中印真的在边境爆发战争，印度无论是从人员、装备还是后勤来看，都不存在战胜解放军的可能。装备上自然不用说，后勤从去年冬天不少印度士兵冻死、饿死在高原就足以说明。至于人员，虽说印度最不缺的就是人数，但根据官方公布的加勒万河谷冲突的视频来看，在印度人数多于解放军的情况下，解放军仍把印军打个落花流水。由此可见，人数多在我军这儿根本不算是优势。况且印度可千万不要小瞧我军保卫国家领土的决心和信心。辛格如此大摇大摆地重返边境地区，不管存在什么样的目的，实际上都是在反杀自己。对于解放军来说，当狼已经在家门口时，就是我军准备捡人头的时候。解放军早已迫不及待地想再立新功。相比之下，印度历年挑衅中国的结局都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以前是这样，现在也依旧难逃这个结局。如果不信，印度大可试试看，我军完全不介意再次送他们品尝一下失败的滋味。众所周知，澳大利亚在反华问题上一直都表现得非常积极，即使在遭到中国一系列的制裁以后，国内经济受到重创的情况下，澳大利亚也还是要将反华行动进行到底。对于我们来说，这无疑是一种自残行为，而对于澳大利亚来讲，这或许是跳上美国战车的最好方式。不过，现实却狠狠地给了土澳一巴掌。在澳大利亚反华正起劲的时候，他们遭到了美国捅刀子。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称，综合中国海关和澳大利亚官方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今年1月到5月期间，从美国进口的煤炭数量呈上升趋势，而在去年10月之前，该数据几乎为0。同时，报道还指出，加上5月份，澳大利亚的煤炭已经连续6个月没有出口中国，这就意味着，在中国宣布制裁澳大利亚以后，美国就迅速补上了澳大利亚留下的缺口。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澳大利亚屡次挑衅中国得来的恶果，而这一恶果却给美国获利的机会。事实上，除了煤炭以外，在过去的1年里，由于中国制裁澳大利亚的缘故，美国的葡萄酒、棉花、原木等商品对华出口的份额都有所提升。这一情况对于澳大利亚来讲，无疑就像美国在身后捅刀子一样。除此以外，澳大利亚目前也正面临着火烧眉毛的情况。据路透社报道称，澳大利亚新冠疫情反弹趋势严重，在近日，他们又有一个主要城市进入了封锁状态。对此，一些澳洲专家认为，疫情出现严重反弹与澳政府跟随美国反华脱不了关系。试问一下，在多个反华场合和联合军演中都有澳大利亚勤劳的身影，在这种情况下，澳政府怎么可能还有精力来专心注重防疫工作呢？最后我们想说，尽管澳大利亚跟着美国不断的向中国发难，但是对中国几乎产生不了任何影响，反而是美国在此期间就像一条吸血虫一样，拼命的汲取澳大利亚被中国制裁所带来的利益。对此，欧美表示赞赏，声称要为中国的战术点赞。他们认为，中国制裁澳大利亚确实推动了美国和盟友间的竞争，长期下去，这些利益至上的西方国家必定会发生内乱，而所谓的反华联盟到时候也就不攻自破了。
英国海军驱逐舰闯入俄罗斯领海，遭该国军队开火警告一事在国内引起激烈热议，尤其是英国保守党前领袖伊恩·邓肯·史密斯对此反应非常大。只不过令人意外的是，史密斯在谈起该起事件时，竟然怒批了美国总统拜登。据悉，史密斯是一名极端反华反俄政客。多年来，在英国的会议中，一手炮制多项对中国指责污蔑，反华政客不将矛头指向对手，反而与自己人吵起来了。到底怎么回事？俄罗斯和中国正在以极度咄咄逼人的方式展开合作，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让美国落荒而逃了，还认为拜登软弱可欺的像一只小猫。史密斯扬言，拜登说起俄罗斯时一副义正言辞的模样，可一转头就怂了。与此同时，关于拜登没有与英国驱逐舰一起在俄罗斯领海展开军事行动，史密斯进一步表示，正是因为拜登的做法，才给俄罗斯壮了胆。在史密斯眼里，俄罗斯之所以敢如此强硬地对英国驱逐舰进行猛烈的开火攻击，就是美国的胆小给了俄罗斯信心。在此背景下，这名反华政客猛烈对拜登进行批评，甚至对其展开了人身攻击。可话说回来，美国是真的如史密斯所说的那样胆小懦弱吗？或许面对战斗民族的俄罗斯，美国心里确实存在部分恐惧，但分析认为，更多的是因为在美国眼里，英国只是一个可利用的棋子，不值得美国冒着与俄罗斯开战的风险进入俄罗斯领海挑战该国。史密斯带头冲锋，讽刺美国胆小，但真要说起来，英国也是如此。尽管其在痛骂拜登一通后，拍着胸脯扬言英国皇家海军敢跟中俄开战，但面对中俄时内心的慌乱却根本隐藏不住。就拿英国方面否认被俄罗斯军方开火警告一事来说，睁着眼睛说瞎话，表示没有看到或感觉到任何炸弹落在英国军舰的前方，却瞬间被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的现场视频给打脸了。或许否认是想挽回面子，但要不是自以为有美国在背后撑腰，英国怎么也没有勇气敢挑战俄罗斯。现在英国驱逐舰遭到俄罗斯军方开火警告，美国却没有任何动作，一度让史密斯气急败坏，公然怒批拜登。搞笑的是，史密斯放出狠话，声称英国海军敢跟中俄开战，虽说在外界看来是为了逞强，但不得不说这就是在找死。一旦惹怒了中俄，凭借英国自己的军事实力，根本就无法与大国抗衡，甚至要面临被灭国的风险。可英国人至今都没有明白，他们作死的灾难性后果有多可怕。有一句话说得好，比一无所知更可怕的是不自知。在前一段时间，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发出了中国003航母建造的最新卫星图。从图上可以看出，003航母在江南造船厂已经完成了船坞建造。而在7月1号，有媒体直接爆出了003航母近日拍到的图片。从这些图片中，我国第3艘航母已经离下水的时间并不遥远。中国海军一直在发展自身的实力。如今我国的军舰数量已经在世界上占据了重要位置，但是有军事观察师认为，目前我海军唯一欠缺的点就是航母数量太少。而这次在祖国迎来建党华诞100年之际，看到江南造船厂有了003航母的新进展，这就是给我国送来了一份大礼，为我国海军实力更是如虎添翼。值得关注的是，这艘航母的建造速度是非常快的。据相关消息显示，从美国航母之前的服役时间来看，美国造船厂制造一艘航母至少需要花费5年以上的时间，而003制造是从2020年7月才开始的，到现在仅仅只用了1年的时间，建造的进程就已经接近尾声。这样快的制造速度，在世界上应该是屈指可数。如此快的建造速度，不仅体现了中共军工技术的成熟，还体现了中国经济科技的强大。正如网友分析所言，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撑工作运转的话，就算有再多的技术和人才也都没有用。近年来，中国科技与经济迅速发展，向世界各国展示了一个正在崛起的东方雄狮，引发了国际的关注，认为现在中国的崛起已经势不可挡，世界上很多国家已经追赶不上中国的发展。有印度军事观察人士看到中国造船业的发展速度后，不由得感叹，近年来中国在各方面的发展都超过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从贫穷走向了发展道路，这是中国人民不懈的努力换来的。中国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是流了太多的汗水换来的今天，尤其是在发展国防实力、海军实力、造船业的速度是非常惊人的。有印度人士在国际论坛中评论道，中国的发展实在太快了，印度如果想赶上中国的发展的话，实在太难。还有印度人士为中国迎来003新的进展送上了祝福。如今的中国已在世界上抬起了头，中国的实力今非昔比，也希望003航母能够在年内顺利的下水，中国将迎来又一新的征程。